赵国灭亡之后，秦国的疆土就直接与燕国接壤了。公元前226年冬，王翦率领秦军攻陷了蓟城，燕王喜则率领精兵突围，退守辽东。具体的战争情况，我们后面讲到燕国的时候再细讲。总之，燕国距离灭亡也就一步之遥了。于是秦军调转方向，准备进攻魏国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六国的第3个国家——魏国。秦军攻占了蓟城之后，王翦就将大军驻扎在中山一带，这里向北可攻燕国，向东可攻齐国，向南可攻魏国和楚国。同时，王翦的儿子王奔则率领秦军进攻楚国的北部地区，并迅速地占领了20余座城池，给楚国一定的打击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攻打魏国的时候，使楚国不敢轻举妄动。那么，攻打魏国又需要用什么样的战术呢？如果单论实力，击败魏国基本是没有悬念的。可魏国要是坚决抵抗，那么秦军也势必会有非常大的伤亡。于是，秦国再次使用此前屡试不爽的离间计。此次离间的对象是魏国的安陵君魏咎。魏咎的封地在安陵，安陵是联系魏国西部与大梁城的纽带。如果能将安陵城纳入秦国版图，那么魏国西部的赵陵、襄城、鲁阳、昆阳等地就都将成为飞地，不受大梁城的管控。这无异于就是折断了魏国的一只臂膀。于是秦国就派出使臣与安陵君商议，秦国愿意用500里的封地来交换安陵城，这个面积相当于安陵城的10倍有余，条件是非常诱人的。可安陵君却丝毫不为所动。见商议不行，秦国就派出5万人的军队抵达安陵城下进行军事施压。安陵君还是毫不妥协，并率领城内的数千魏军修筑工事，决心与安陵城共存亡。秦国见离间不行，那就只能硬打。公元前225年，王奔从燕国和赵国就地抽调10万大军，再加上前期已经抵达安陵城的5万秦军，共计15万人，号称50万，进攻魏国。魏国也知道秦军定会攻打大梁城，提前派出主力大军到北方去防御秦军南下。秦军则兵分2路，一路封锁黄河，阻挡魏军主力南下；一路由王奔率领绕到楚国，包围了魏国的都城大梁。面对秦军的进犯，即位才3年的魏王甲表现出异常坚定的决心，要保卫大梁。大梁城内屯有8万魏军，粮草辎重，足够3年之用，防守还是有很大的胜算。随后，魏军开始深挖壕沟，广修战备，依托城防工事，拼死抵抗。王奔率领的10几万人马进攻大梁城数日不下，进攻受阻。于是他派出军中使臣进入大梁城中进行谈判。可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，秦国使臣竟然被魏军在城楼上当众斩杀，人头挂在旗杆上示众。王奔见魏王软硬不吃，一面向秦王上书要求增兵，一面研究大梁城的地形。大梁城城防坚固，两面环水，一面是黄河，一面是汴河。这2条河流距离大梁城只有10几里，护城河将黄河和汴河通过沟渠联系在一起。经过仔细的研究，他决定要水淹大梁。他命令士兵在大梁城的西北方向挖一道水渠，将黄河水引入大梁城。当时正值春汛时节，秦军冒雨挖渠，王奔亲自督促。不久之后，水库和渠道陆续修成，又储备了10多天的大雨之后，水势越发的浩大。随着王奔的一声令下，决堤通渠，洪水迅速地灌入大梁城中。当年白起水淹楚国燕都的残酷景象，在大梁城再一次重演。城内外沟渠泛溢，城墙进水3日后，多处颓坏倒塌。王奔顺势引兵入城，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，占领了大梁城。魏王甲在最后时刻迫不得已，只能献出了玉玺和虎符，魏国投降。但由于此前秦军的伤亡过大，对于魏国的投降，王奔并不领情。他将魏王甲装上囚车，押往咸阳，交给秦王嬴政处置。关于魏王甲最终的结局是否被秦王所杀，历史上还存有争议。随后，魏国的土地尽归秦国，将其设为秦国的三川郡，魏国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5年的5年时间里，
韩赵魏三家已被秦国所灭，燕国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此时还能阻止秦国东扩的，也就只剩下楚国了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六国的第4国——楚国。楚国是一个底蕴深厚、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国家，所以对于攻灭楚国，嬴政还是很谨慎的。他先是询问王翦，要想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兵力。王翦的回答是非60万不可，这就意味着秦国要用倾国之兵攻打楚国。嬴政有些犹豫，于是他又叫来李信询问。李信回答说只需要20万足矣，这个回答让嬴政很满意。公元前225年，李信和蒙武率领20万秦军进攻楚国，王翦则以年老为由向秦王申请告老还乡。秦军兵分2路向楚国挺进，一路由李信率领进攻平舆，一路由蒙武率领攻打秦。2路大军连战连捷，进展非常顺利，连下数城。随后李信在攻破燕郢之后，与蒙武在城附会师。再看楚国这边，面对亡国之危，楚王立即任命项燕为主将，迎战秦军。而项燕不愧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祖辈，打仗有勇有谋。面对李信一路高歌东进，他却并不着急出击，只是选择尾随李信，追了整整3天3夜，然后趁着李信轻敌，突然发起攻击，秦军大败。此一战，秦军7个都尉战死，伤亡数万秦军。李信则只率领残部逃回了秦国。面对李信的失败，嬴政顿时醒悟，楚国虽弱，毕竟地大物博，不是可以轻易灭亡的，想要灭楚，还是非王翦莫属。于是他亲自前往王翦的老家平阳，请王翦出马。王翦说，大王如果还是让我去灭楚，我的条件就是非60万大军不可。嬴政这次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公元前224年，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次伐楚。秦王亲自到坝上送行，王翦则趁机请求秦王赏赐给他田地和房产。秦王说，将军就要带兵出征，去打仗立功了，还害怕将来得不到财富吗？王翦则回答，我要趁大王还器重我的时候，为子孙们多谋取一些家业。秦王大笑应许，王翦这才率领大军出征。然而刚行至关口，王翦又派人回去请求秦王赏赐给他田地和家宅，而且这一路之上一连要了5次之多。有人就对王翦说，将军就这样跟秦王无休止的要田产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？毕竟一个胜仗都还没打呢。王翦却说，其实不然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秦王性情多疑，今天我带走的可是秦国的空国之兵啊。我之所以多为子孙要些田产，是表达我只贪财而不贪其他的东西，这样反而会打消秦王对我的猜疑，不会担心我谋反或功高震主，否则即使打了胜仗，也会有杀身之祸。通过这件事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战国4大名将中只有王翦得到了善终。再看楚国这边，依然还是由项燕统领，他计划在平舆与秦军展开决战，然而王翦却选择避开楚军的锋芒，坚壁自守，伺机而动的战略，不给他决战的机会。就这样，项燕率领大军空耗1年，击退不了秦军，最后只能选择东撤。然而就在楚军忙着撤退的时候，王翦一声令下，派出精兵进行追击，在齐南大败楚军。项燕收拾残兵，率领剩余的10余万人退守陈城，企图与昌平军兵合一处，迎接秦军的追击。而王翦却又不按常理出牌，他并不去追击项燕，而是突然挥师南下，渡过淮河，直取楚国的都城寿春。此时寿春的兵力空虚，只有2-3万人，根本无法阻挡数十万秦军的攻城。最后楚王傅除被秦军俘虏，王翦立即向楚国各地发布告示，宣布楚王被俘，楚国已经灭亡。于是淮北的各个郡县果真都望风溃败，不加抵抗。昌平军与项燕则鞭长莫及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领兵退回到江东的吴越旧地，拥立昌平君为楚王。王翦也并不乘胜追击昌平君，因为楚国国都虽然沦陷，但昌平君和项燕还是有着相当的实力。寿春城破的时候，楚国的水师并未投降秦军，而是顺江东下，与项燕会师了。
这样项燕手中就仍然有20万人马，其中包含数万人的水师，实力仍不可小觑。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广陵为据点，恭候秦军的到来。王翦则派出一支秦军南下，到长江中游征集大船，准备水陆并进，然后再派出一支偏师，打着楚王复楚的旗号，深入到楚国南部的湖湘一带，传习南方各郡，宣布秦王威德以及楚王复楚被俘的事实。南方各郡见此情景，纷纷投诚，王翦再无后顾之忧。几个月后，天气转冷，王翦已经征集到了足够的船只，带着楚王复楚，水陆并进，攻击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广陵城下，秦军四面列营，军声震天，楚军都知道了楚王已经被俘虏，难免士气低迷。王翦则指挥秦军发起猛攻，不久之后，广陵城被攻破，昌平君被流失所中，不治身亡，项燕则引剑自刎而死，楚军伤亡巨大。而王翦的60万大军只折损10余万。随后，楚王复楚被贬为庶民，没多久就郁郁而终，楚国宣布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